年以来，对报界方面完全熟悉，这件事想来你一定有办法的。钱化佛听了他的话说，我一向比你还穷，现在房租积欠多时，战事一起，卖画的生涯等于停顿，我靠的就是你每月付给我的房租挪作家用，现在只求你按月付租，我就能勉强度日，我也不想升官发财。你要我约报界朋友到南京去办报，只怕一开口就被人家骂出来，所谓鞋子不着落各样，我对这件事实在无能为力。当时陈群显得很不自在，只批评了钱化佛6个字，硬到底，苦到死。第二天，陈群又来说，你有没有现成的画？我要买20幅作为送礼之用。钱化佛认为这是生意，不便拒绝，就寻出了20幅画给他。陈群掏出一大沓钞票，塞入钱化佛袋中，临走时留下一个电话号码，希望他回心转意，要他介绍一个主笔及编辑人员，且说这个报馆希望由你来当总经理。钱化佛只能报以苦笑。我听到钱化佛这番话之后，就觉得维新政府的组织人才实在寥落得很，连一张报纸都办不起来。果然后来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，只有日本人办的《新申报》为他们张目。洪基善堂支持维府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起来，我们住在上海孤岛的人民都没有什么表示。据说上海伪市政府也不过派了几个代表去道贺，所以南京政府尽管锣鼓喧天的登场，孤岛上大多数人民都不知道。那一年的冬天，天气很冷，每天早晨总有几十个吃红丸白粉的人倒闭街头，仁济善堂召集开会，要设法募集医备，救济街头穷人。仁济善堂自从战争开始后，做了许多救济难民工作，经济已经很困难，再加上租出的屋宇收不到租，除了仁济育婴堂以及施诊给药的事情之外，种种工作都无法展开。仁济善堂开会那天，董事到会的很少，只有普善山庄、同仁府元堂2个收尸葬埋的团体派代表来报告，说是英法两租界每天死亡在街头的平均有40人左右，而南市、闸北2区死亡的达60人之多。我们初时只知两租界的情况，南市、闸北根本不知道，因为向来消息隔绝。这个报道听了令人恻然动容。可是仁济善堂的财源越来越少，维持一个施诊给药部，每天要施药800剂，已经十分吃力。仁济育婴堂由于有些外界捐款，还能自给自足，要是向街头贫民送棉衣棉被，真是有心无力。那时节一般居民多数自顾不暇，对社会救济的热情也跟着消失。大家面面相觑，认为这件事要是举办的话，又会有成千上万贫民拥到仁济善堂来，所以主席宣布这件事，断然表示不能接受。这次会议大约谈了3个钟头，我听到好多消息，都是闻所未闻。第一件事，上海表面上大家闹着米荒，底层中还闹着鸦片烟荒。因为上海成为孤岛之后，剩余的鸦片越吃越少，一般烟民越吃越穷，既吃不起鸦片，又打不起吗啡针，于是大家改吃白粉和红丸，尤其是红丸销行更广。有这种嗜好的人，饭可以不吃，而红丸是一天也省不了的，张罗钱财，东奔西走。有些人有家，有些人没有家，只要一到晚间，天气寒冷，这些人2脚就会软下来，瑟缩蜷伏在一个角落里，一动也不动。
深夜天气更冷，一阵西北风起，就呜呼哀哉，所以死亡的人数很多。上海街头，孩子看着大人安葬因饥寒而死的人。据蒲山山庄的人说，所有的路导师僵直的很少，多数弯曲的像一只虾。租界上的工部局对蒲山山庄有一小部分津贴费，只是限制他们每天早晨9点之前一定要把这些尸体集体搬运出去，葬在呼吸荒地中。有一个笑话，一天，他们的运尸车正走向护溪途中，突然有声音发自尸棺堆中，仔细一看，原来一人还未死，那个半死的人声声喊着：“爷叔，帮帮忙，我还活着，请你把我搬出来，放我走。”车上的工役对他说：“你迟早会死，车到郊外再说。”那个半死人又说：“做做好事，我只要5颗红丸吞下肚，立刻可以起死回生。”那个工役说：“我们只管运尸，哪里有红丸供给你？”说着，不管3七21，驰赴目的地。第二件事，蒲山山庄收的尸体，向来每一个尸首都有一具薄皮棺材，但是这一年因为尸体多，木料涨，只好2尸3尸合一棺。车到荒郊之后，开棺把尸体搬出，丢在深坑中，而棺木仍待返市区，再做装尸之用，所以这种棺材也成了象征式的道具了。第三件事，有人讲出毒品的来源。在开战前，上海的毒品来自4面8方，最上等的鸦片是云土，产自云南，由云南经暹罗、香港运到上海；较次的是川土，是四川产的，由四川经长江运到上海；再次等的叫做红土，是东3省热河区域的产品，品质劣，其中毒素重，吃的人少，但是经过浪人加工提炼，能制成白粉和红丸，专门适应一般贫苦阶级中人吸食。毒品的推销买卖都操纵在黑色人物手上。自从上海成为孤岛之后，云土、川土已绝迹，只有红土源源不绝地从关外运来，这是一个巨大的财源，收入是很惊人的。